好，那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欢迎大家哈，在星期天这个时间来专门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家讲座，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也知道大家是有这份用心在精神心理健康方面，而且愿意学习，也愿意给予很大的支持，感谢大家。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员 Dr. Philip，他是精神病学的一个博士，是在富勒神学院的临床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他在这之前还在 Kaiser 的医院做临床的心理医生。在这数年中呢，他一直是我们 NAMI 的热心的支持者，给我们家人做了很多次讲座，也跟我们回答了很多问题。另外我们的很多的线下线上的活动都积极的参加，所以我对 Dr. Philip 特别的感谢我们哈，他对在那个特别是在咱们亚裔这方面的那个家庭啊心理健康这个方面呢是有丰富的经验和那个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的经验。Dr. Philip 目前还是我们 NAMI Contra Costa 的董事会成员，特别的感谢 Dr. Philip， 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网上跟这么多的那么多的朋友们见面啊。首先我先说，NAMI 的那个肖里，他是很热心给我介绍。我首先想在这里就是说，介绍他们其实有3位 NAMI，他们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们的那个背后也很重要的一个那个主将啊。这里当然是肖里必不免了。我每次举办什么问题的话，都要就是说跟肖里有一个密切的联络。我们后面还有几位啊，一位是 Leo 啊，比较年轻啊，看我的头发都灰白了，他头发都是金色的，金黑色的，就是很前卫而且很那个时尚的啊。他是很热心在 NAMI 里面替我们工作。还有那个 Ivan 呢，Ivan。他也是我们的志愿者啊，很多的活动大家会看他们几位。我们还有一位 Tiffany 王的童工啊，但是他可能我要晚一会，等会大家见面。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马上开始了啊？那个 Shelly 是不是应好，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的，您要自己分享视频吗？还是让六来？好的，好的，好，请等等啊，我把我嗯，的视频跟大家一起去 share 我那个画面啊。好的，那如果朋友们有见到这个画面的话，请给我一个手指好吗？给我一个手指啊，看到了。OK，好的，非常好。那我们就因为看起来参加的人数还挺多的啊，我们就不再做其他的介绍，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的重要的话题。为什么大家会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可能你身边的人，或者甚至是自己啊，有一些遇到精神上的问题、精神上的困难。通常看这个话题的人呢，不会就说忽然的感兴趣就来好奇这样子去看，而是因为这个精神问题影响你自己家人或者一些很挚爱的人，他们患上了疾病，所以今天会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会从几个基本的那个角度去看，怎么可以叫做精神病，还是只是有一些轻微的精神障碍呢？那精神病的出源在哪里？有哪些是呃经常常见、很普遍的精神病患？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病患。然后我们会讲一些基本的治疗啊，治疗的观念，或者会讲一些怎么能够保健呢？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能够避免患上这些精神病啊？有些朋友们他们会写一些问卷，很普通，就是说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精神健康呢？比较免疫力强啊，可以吧？好，那我们先讲很基本一件事情，就是到底精神病是来源在哪里的呢？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学 Dr. 者。Flip，抱歉打断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看到您就是分享的展示，你现在还停在了第一页那个上面。我还是在第一页对吗？嗯，是的。现在看到了吧？你可能得重新分享一下你的屏幕，就是重新去分享一下 再去分 screen。享，嗯，好的。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就跟我们提，或者打在留言框里面。现在看得到吗？现在是您的准备阶段，就是能看到您的下一页还有这一页。好的，现在是不是那个精神病的4个基本起源啊，是的， ？OK，好的啊。那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就打断我，没有问题啊，不会没有礼貌，我们这个是有互动的啊。谢谢 Leo 给我们的回馈。好，由我们一般看来说啊，那个精神病呢有4个基本的原因，为什么一个人会出现精神病？第一个是因为它本身有机成因，我们叫做 organic， 有时候英文的叫做 biogenic。就说一个人的生理上面出了问题，无论荷尔蒙啊、脑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这是有机的成员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对不起，另外一个是有一些心理动力的问题，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啊、压力感啊，你没有讲出来，或经历这些叫做潜意识底下的问题呢，制造一些暗流啊，一些暗流。这些暗流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我们叫做 social psychogenic， 你人不会活在一个小岛里面，我们会跟社会互动，跟人群互动，跟朋友、家人、环境、工作、教育场所、学校会互动。在这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会环境的因素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影响。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身体里面有些器官出了问题啊，器官我们知道人的灵与我们的思想、理性啊、头脑思想，还有我们的有机的器官各方面，都是互相在互动、互相影响，不会是单独一个原因引起精神病啊，好吗？好，我们讲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话，你怎么确定他只是一些精神的障碍，或者是真的去到一个有问题需要求救的阶段呢？这基本的。Dr. 我们讲 Philip， 说，我提醒一下，我们不光是能看到您展示的平面，还可以看到你那个背后的提示。背后的提示。我们看2个。OK， 好，那换一个方法好了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来分享，就是帮您来翻页。那个 Leo 可以改变吗？还是我自己做一下？我这样子好吧？我把它画面的形式换一换，这样子会不会好一些？你可能还是需要重新分享一下，就是重新share一下您的那个。好的，请等一下啊，请等一会。因为今天换了一个高科技的一个荧幕，结果呢就太高科技了，我自己有点困扰。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的 ，OK， 好，请大家等等啊。好，我看看有没有改善一些。没有，就是你可能是要选择另外一个窗口分享，它有一个是就是帮助您展示的，能看到下页和 note， 还有一个是整个的 presentation。你可能对选错了一个窗口。OK， 好。以前没有遇过这个问题，今天比较多这个问题，看看。然后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 chat 里面就是打出来，然后我们会在最后看看有没有时间的话，统一给 Dr. Philip 统一。好，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窗口了。我就说我可以帮您 share，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点。好，要不然呢 Leo 你帮我 share 好吗？好的，没问题。好，那我在这里停止我的那个分享。好的，请您稍等。OK， 在这里对吧？好，看得到了吧，大家？可以的。 OK， 好，我看到很多大拇指，这好现象啊。
好，那我们讲一个人有精神疾病呢，会遇到一些的很明显的一些那个征兆，就是说，到底一个人在哪一些方面的生活的功能出问题呢？以下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他的睡眠、他的活动，还有他的那个饮食啊，我叫是 SAM，S 就英文的 sleep 啊，睡眠。他的平常的活动，比如是上学啊、上课啊、去工作这些活动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平常的饮食有没有受影响？如果这3方面出问题呢，我们基本上这个说这个人肯定是有一些问题所在。那这问题到底是不是精神病呢？那我们要看下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6可能我有一个画面不见了，下一个请你等等嘛。我把那个下一个画面呢，可能是不是已经 hidden， 可以把它unhidden 行吗？因好的，为你用请稍等，没问题，请稍等一下下。hidden，你是说是不是 hidden 了？下一个我没有看到任何 没有看 hidden 到哦，的画面？嗯，因为是那个下一个画面就是有4个 D 的那个画面。明白明白，是顺序错了，你稍等，现在没问题了，OK， 好的。请稍等。OK，各位来宾都看得到吧？好，应该看得到了吧？肖理是看到有大拇指是 OK， 好的。我们的心理学的那个范畴呢，通常会用一个很基本的标准，叫做4个 D， 英文字母4个 D，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的问题，还是他是一些医学上的问题，比如说医理上的问题啊。这四个 D 是什么 D 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跟一般人的行为呢是有偏差的。如果一个人平常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这个人呢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每天都是晚上醒来，晚上做活动，白天就睡得浑浑沌沌这样子，跟一般人的行为是有偏差的话呢，不是因为一般普通缘故，因为你要做一般的护士啊，要做一些特殊工作啊，偏差。第二个呢叫做功能上的一些的障碍，不能够上学。现在呢，精神状态很差，要待在家里睡觉啊。你平常可以做一个学生，做一个妈妈，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做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做这些工作，这功能上是有个障碍。第3个要求的 D 呢，叫做英文叫 distress D， 就是说这些的问题呢，令他是有一个痛苦感啊。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就说，你嫁了一个错的一个配偶不好的话，也带给你很多痛苦啊。这种痛苦呢，就是个人性的啊。还有第4样，这个 D 就是 danger， 就是说危险，他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想自杀，不想活下去，或者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对人有伤害的意念啊。我们4个 D 大家可以明白啊。我们在那个教课的时候，跟我们的学生们都提到这4个 D 的问题，你就跟着这4个 D，就说到底一个人会不会有精神问题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6，请你下一个画面，我们讲一讲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遇到一些经常见的那个精神问题在哪里呢？下一个先讲一讲青少年这个画面呢，以前我跟那个 NAMI 的大会里面分享过，讲讲，因为我相信在座很多是父母亲来到这里，想知道青少年遇到什么问题。青少年所遇到问题呢，比较多是一些叫做多动症的 ADHD， 大约我们的青年的比例里面8.6%还没有到9%，就接近9了。你可以把这个统计数据呢稍微就是说简化一下，就差不多10:1，10个孩童里面有1个有多动症。然后是男性呢的多动症是比女性要多2倍，就是说男生受到这种多动症的影响的几率很大，比女生多。第二个呢，孩童们青少年遇到就是忧郁症或者抑郁症啊。抑郁症里面3.7%大概还没有到4%，女生的患率呢比男生要多2倍。那刚好相反啊，多动症是男士多，忧郁症是女性较多。
跟着呢，下一个就是一个叫做有行为上的障碍，行为上的障碍就是说，比如说出去吃非法药物啊、偷盗啊、暴力啊，各种行为上的问题啊，行为上，比如说跟父母亲有很多顶撞啊，这些行为是常见的精神障碍。比较少数低过1%的有焦虑症、恐慌症。焦虑症就是我们说 generalized anxiety， 恐慌症是 panic disorder 啊。等会我们会多讲一些这些不同的症状，它们本身有什么现象会出现。不到0.1%呢，就是饮食上的障碍，比如说 anorexic， 不想吃东西啊，吃很少，吃了之后有时候会呕吐出来。为什么呢？保持自己身体会瘦苗啊，还有一些是贪吃症，就是说很喜欢吃东西，人家吃饱了，他不停的在吃。你说吃的话，肚子都胀饱，怎么吃呢？他就想办法把这些食物呕吐出来再吃啊。这种比较怪的行为是在青少年里面我们见的比较多啊，这些问题。OK， 好，我们去下一个。青少年的问题通常呢分成3大类。第一个大类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精神上的问题啊，焦虑症、忧郁症、恐慌症啊、厌食症这些。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药物的滥用，或者是非法或者合法的药物。有些是比如说大麻已经合法化，不过用的大麻呢，用的过量，或者是有一些非法的医生所出的药，比如说多动症的孩子，他们通常会给一种叫做刺激性的药，叫 stimulant。有些孩子会偷吃这些药，因为它可以让他有一个很嗨的感觉。还有加上酗酒啊、吸烟啊，现在很多那个叫做 vaping 嘛，对，电子烟。第3个大问题就是游戏完成一种上瘾啊，不能自拔。这3个大类的青少年所遇到的问题。好，我们下一章啊。好，我们讲一讲成人方面的话呢，见的问题比较多是什么呢？忧郁症跟焦虑症呢，肯定是在所有的精神病里面2个最经常出现的。在我们人口里面啊，出现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很多很多。美国一些统计是说，差不多1半以上或者3/4的人口啊，一生里面至少经历过1次的焦虑症和1次的忧郁症。那老人家的话呢，他们的病就跟成年人的定义就18到65岁。那65岁的长者呢，除了忧郁症之外，有一些是偏执症啊，就是说有些是 OCD 啊，有些是 delusion， 就是 disorder， 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老人痴呆症啊，就 dementia 这些精神问题啊，是成年人跟老年见的比较多的。好，我们请下一章。好，那我们讲一讲成年人经常见到一些的问题底下呢，会有一些比较见的比较少，就像好像青少年时期里面这些也是比较少的问题。不过有青少年所讲的厌食症呢，还有贪食症，一个叫 anorexia 或者是 bulimia， 这个问题呢，从青少年可能会带到成年时期里面去。有些呢，我想我们观众里面听众里面也是有些人就是很熟悉这个叫做恐慌症 panic disorder。每年在开设的医院里面，紧急治疗室我们会收到很多病人进来，说自己可能是心脏病，发觉自己没有办法呼吸，胸里面压得很紧，心跳得很快，而且呢，好像就快死的那种感觉，就恐慌症。不过大多数到开始里面那个急治疗室，我们所收的病人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心脏病，都是这种恐慌症啊。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叫强逼症。强逼症是什么呢？他心里面对某些事情出现了一些很执着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看到桌子上有些不明的液体，就怀疑这个液体呢是不是有毒的那个液体，或者有些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影响，就很害怕，不停地要把这些衣物啊，或者是周围的一些的那个器具啊，把它洗完之后又再洗，洗完又再洗，这种强迫性的行为。有些强迫性的行为呢是害怕的，
有一些是就是说怕某些东西，或者有一些念头经常出现这些思念，说我会很暴力，会伤害人。可是你一生里面从来没有伤害过其他人，是一个善良人，或脑里面出现这种经常这个有逼害人的感觉啊，或者对某些宗教方面的一些仪式啊，对宗教一些的一些行为呢，要不停的去做，比如祷告，不停的祷告，而且祷告用某种的方式不停的去做，直到自己心里面舒服一些啊。有一些叫做特定的恐惧感，就是对某些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啊恐惧感。比如说我自己我不太喜欢蛇，我对蛇类的东西呢，我都不太感兴趣啊。不过我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不会影响我外出的功能，不会影响我去到公园、去到室外、去到森林郊游地方，我会比较小心一点。有些人是恐惧感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避而远之，看这些东西就疑神疑鬼啊，就是影响了每天的功能。刚刚我们讲了这几个有2个呢，有些朋友们在问，就是说有个叫 bipolar disorder， 或者是叫做 schizophrenia。bipolar disorder 呢，就是躁郁症，它有狂躁的一面，也有忧郁症的一面，所以它是忧郁症上面再多加一个那个狂躁的一些行为，这叫我们等会会多讲一些最后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精神障碍呢，就是精神分裂症，中文叫精神分裂。什么精神分裂呢？就是说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就是说特别的噪音底下，他会听到很多外面没有人听到的声音，或者呢，他会看到一些景象，人家是看不到的。你看看刚才是不是有外面是不是有个阴影这样子飞过，其他没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声音是没有人听到，比如有人在叫你的名字啊，叫你做一些行为这样子。可是这是完全在外在环境没有的东西，他自己内部生理会产生这种的幻觉，声音或者是那个视觉的幻觉啊。好，我们讲了这些比较少见的精神疾病呢请Leo去下一章好吗？我们讲2个最主要的精神病细节多讲一点，然后让大家能够了解怎么去处理这些常见的精神问题呢？有些人会讲说我今天有点不开心，看到外面的天阴阴的样子，下着雨，心里有点郁闷的感觉这是不是忧郁症呢？那我们需要给大家一个标准，在现在全世界比较公认，美国有个叫做精神协会，它有个叫做手册叫做 DSM-5 的手册。那 DSM 手册里面给我们的定义是说，你一个人必须有5种的症状，加上那个维持性的超过2个星期，才能够算是一个临床的忧郁症大家记得5+2好吗？5+25种的症状，然后加上2个星期以上，才可以算是一个临床的忧郁症。下一章好吗？好，那有什么忧郁症的症状呢？我把这些列出来给大家看，我就不每一行去念我大概这样子形容一下。当一个人呢，本来是一个生活还不错，可是呢，突然进入一种很悲哀，或者是甚至我就很麻木，对自己情绪完全是冰冷的感觉。过去所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去 shopping 去开车去买购物做运动，全部都不感兴趣。有时候呢，就是开始饮食方面会变化，不吃或者吃的太多，引起体重减轻或者是体重增加。睡眠方面都有很多的影响，比如睡不着觉，每天可能睡1-2个小时，或者睡了10几个小时，还是感觉好像没有睡饱那种感觉然后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开始跟周围的人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隔离不喜欢跟人相处加上自己不喜欢对自己个人卫生呢不再管自己好像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这些是比较普遍的一些的忧郁症的现象。严重一些呢，去到严重的阶段就开始就是不想活下去，甚至就做一些事情想就结束自己生命，比如说想着
会不会开始用一些药物，大量吃某些药物上吊，或者是甚至乎去说到金门桥，在桥上面跳下去每年的金门桥面遇到很多这种的人，我们说需要就是说帮助他把他带回来，帮助他超过这个自杀的那个念头好，大家记得吧？忧郁症是5+2，对吗？5+2啊，5+2啊，5+2，5是5种症状，2是2个星期以上才是真正的临床那个忧郁症。那临床忧郁症呢，我们还要把它稍微细分一下下一章这里没有我等会再讲，我先讲一讲这口头上忧郁症呢，因为它的那个领域很阔，我们分成严重性，分为轻微、中度还有严重性这一章好，谢谢那个6包跳到年级新人还是反应很快有轻微、中度还有严重。那中度里面呢，它的领域也很宽，就你可以想一个人轻微的忧郁症到中度，中度里面有一个叫低中度，一个高中度，然后去到严重性，严重性像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人不想活下去，有很多很强的意念，就想结束自己生命。好，那我们大概把那个忧郁症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回去那个焦虑症好吗？焦虑症焦虑症的问题呢，是比忧郁症稍微也是很普遍，不过比忧郁症稍微少一些。这里的呢，估计说差不多1/5的长辈都经历过一些那个焦虑的问题忧郁的焦虑问题sorry， 我们刚刚讲大概焦虑症还没有去到，我快了一些再比喻一下可以停留在这里忧郁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会影响差不多所有年龄的人都会影响，从青少年去到老年人的中年人都会受这个忧郁症的影响。我们还看到近年来那个患忧郁者的年龄还降低，以前呢大概10多岁会有不多，现在10岁底下也有见过有忧郁症的孩童，所以就是说这个年纪已经开始的患病率会降低了1/5的长辈都会经历过有忧郁症忧郁症可怕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它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患病率呢会增加，你中风的机会呢会升高，有3倍以上所以那个忧郁症它可怕的地方就是对生命危险有很大的冲击。好，我们下一章好吗？再下一章 OK， 那我们讲一讲有人问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呢？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经常我问了我的病人，我就说你今天进来忧郁症，不过你知道什么事情令你有忧郁吗？他们很多人就说不太清楚，或者是身体出了一些毛病，是否荷尔蒙出现了一些问题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这样就叫情绪的，就是说情绪的一些的荷尔蒙这叫荷尔蒙，情绪荷尔蒙它会保持我们的心境，我们的那个情绪在一个水平底下不高不低的水平底下，因为生活的环境有些比如遇到一些压力感或者是喜事情绪有点浮动有点浮动，不过一般人的话浮动不会很大，就维持在一个水平底下。我们身体里面有2种的激素一个叫做 serotonin， 英文叫血液复合胺，另外一个叫做 norepinephrine， 正肾上腺素这2种特殊的一个就是说传递的那个素，如果他们的分泌降低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患忧郁症，无论我们是我们的总统，无论是什么伟人，或者包括我自己作为心理医生的话，如果我这种的分泌偏低的话，我也会产生这个忧郁症所以这个忧郁症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那等会大家会问你想的头脑转得比较快的话，你会问那什么事情会让这种的分泌降低，以致我们会有忧郁症呢我们等会都再讲原因这里具体暂时不讲。
所以你知道忧郁症呢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怕人家知道我们有忧郁症，因为觉得是一种好像自己做错了行为，或者是自己遭遇的不幸令你呢进入忧郁的状态。其实这是这个很简单，就是医学的问题啊。好，我们去下一章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讲讲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精神病，就是焦虑症状啊。这里大概的统计数字说，100个男性里面大概有6个会有焦虑的问题，100个女性里面呢，大概有11个女性呢会有焦虑症，就是说差不多超过10:1啊，在女性里面，男性里面就差不多是不够10:1，大概13:1左右啊。那什么叫做临床的一些焦虑症呢？当一个人发觉经常有这种持久的肌肉紧张啊、头疼啊、出汗过多、没有集中力，心里面有种心急火燎的感觉，坐立不安，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让你有种平安的感觉啊。这种焦虑症呢，你会问啊，可能环境的压力大的话，不会自有焦虑症吗？是的。可是这种焦虑症通常它的表现呢，是远远超过环境所对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我讲一些，比如移民会有经常见到，就是我们亚裔移民来美国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啊，有文化、语言、交通各方面都有新的冲击，对吗？所以这些的压力感呢，不要去轻视啊。有些人就说长者来到美国，他们说来到美国的感觉就是哑了啊，因为不会讲英文，或者是聋了，听不懂英文，或者是身体出了障碍不能够出去，因为不开车啊，这是长者的说最重的冲击给他们呢，肯定有很多的郁闷或者很多焦虑方面的冲击啊。我们下一章啊。好，我们讲一讲另外一个精神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中国人倒不喜欢讲这种话，就是说对不幸啊、死啊这些死亡这些问题，我们不想讲的太多。不过我们也要面对现实，就是说，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也会给我们这些的很惊人的那个表露，就是说，美国从2000年到2016年17年里面是过去的自杀率大幅上升，每年呢差不多增加2%，就人口比例上，每个人口比例的每年增加2%。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自杀已经成为死亡的10大死因之一。大家知道比较高的死因是什么？心脏病啊，对吗？心脏病啊，各方面的疾病，癌症啊这些的疾病，最大前10名的死因就是自杀身亡。10岁到30岁之间死亡第2大的因素，就是说你把人口从0岁到90岁、90多岁你把这个区域分开着之后，你看到10岁到34岁里面第2个大的死因就是自杀，所以很惊人的数字啊。好，我们请下一张。我想请问我们的观众们今天我讲的很快是吗？因为我想就是说讲讲等会一些问题的回答，大家是比较感兴趣，对吗？有时候我讲的很多的话，大家对我的题目不一定很感兴趣，可以吗？会不会太快？有没有观众们可以在留言地区讲就说会不会讲的太快了还可以吧？不会太快有 Daisy 说还可以 OK 哈，那大家的吸收能力都很强那我就保持现在的进度我们讲除了刚才讲了那个死亡之外呢，一个比较具体的感觉就是说，你每过1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我们在座这里听了大概有30分钟吧，已经有3个人长持续自杀了。这个数字很惊人吧？那自杀的人群里面呢，哪一些人群比较多呢？因为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多种族裔的一个文化最高的自杀率是在那个
有西班牙裔，还有白人啊，还有美国的印第安人，在阿拉斯加州呢原居住的那些印第安人呢，他们的死亡率特别高。可能有些人都会问说啊，为什么这些那个民族里面的自杀率特别高？这个原因呢，今天还不太好讲，就是有些人觉得就是说因为经济分差的缘故啊，或者是生活压力大啊，或者是比如说住在阿拉斯加它很接近北极要不然日光时间很长，要不然都是黑暗时期。那个缺少光线呢，跟自己居住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抑郁症的一个影响啊。好，我们去下一张。OK，那这里一个图片呢，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不同的那个族类里面蓝色上面最高那个蓝线呢，是讲的是白人然后是黄线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底下呢就是说自杀比率百分比有多少，然后底下有两个比较低的线，就是说越高呢那个自杀率就越高越低底下自杀率就偏低。底下那个红线跟黑线呢就代表我们亚裔还有黑人这两个族裔呢，他们是自杀的比率是偏低偏低。那大家可能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族裔是比较偏低呢？这可能是我自己看的一些数据，就是说我们亚裔呢，通常是比较有个团队性或者是个团体性的那个族裔，就是说我们喜欢跟家人一起团聚啊，我们喜欢团体活动啊，我们不会太过个人主义啊。其实这个社区的参与呢，对我们实在是有个益处、有保护的作用。OK， 好，我们再下一张好吗 ？OK， 好的。开始就有人问我了当一个人患了忧郁症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些有患忧郁症者？什么医法一般的研究里面在统计那个数据里面，统计数据里面显示是这样子一个叫做心理的治疗，还有医务的治疗呢，这两者加起来呢的效率康复率是最高的。不过是怎么治法呢？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在开始或者一般现在的大的一些医疗机构如果你的那个忧郁症的比喻是低的话刚才我们讲到有轻微、中度还有严重，对吗？3个深度。如果你是轻微跟中低以下的话呢，我们就劝一般的病人就不要吃药因为用行为的治疗、行为的管理呢，那个康复率就很高的。可是当一个人去到中高度，还有到严重的地步呢，这些我们差不多没有什么例外的，都要求他们吃药。不过我们不是强逼性大家我们是建议他，还有很强烈的建议他要吃药，因为这些人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没有办法起床，经常失眠，去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步不过总体来说，行为治疗心理治疗还有那个医务的治疗效果是最高的。那在行为治疗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做认知行为治疗法，很多人也听过，就是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它所能够达到的康复的效果呢，跟药物一样那么有效。如果是轻度跟那个中低度呢，所以呢，药物呢是当你去到严重的话，我们必须要他吃药，因为身体里面可能跌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自己制造一些的那个情绪稳定的那个治疗。有些人就发觉用了这几个方法还是没有办法治疗呢，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他用一个叫做电经的一些的治疗法，是叫做 ECT Electroconvulsion Therapy。这个治疗呢，我们不经常用，不过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建议他会用这个 ECT。ECT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会令人有一些短暂的失忆。好吧
OK， 好，我们下一章啊。我们这里讲一讲那个自杀吧，因为自杀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大概不想听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很负面，对吗？很负面。我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为什么呢？我们发觉，当我们去讲这个话题，或者是分享的话题呢，不会令人的那个自杀风险提高。就是说 ，actually the more you talk about it, it doesn't increase the risk。反而呢，你不讲。把这些叫做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elephant in the room。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经常有一个忧郁症，他这个病症呢，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大笨象。你知道这个大笨象是存在的，可是你不去讲它，因为太可怕，这个大笨象太巨大，不去碰它呢，反而不会对病者呢没有什么帮助。当我们愿意聆听一个人，比如说有个人来跟你讲说我觉得郁闷到一个地方，不想活下去了。一般的人听你们可能会感觉很恐慌。哇，你跟我讲自杀问题，那怎么办呢？其实请大家先不要太害怕。如果家人有人有亲戚朋友或者跟你分享这个问题呢，你应该感觉到很荣幸，因为呢，他愿意把这个问题跟你讲的话，他表示他信任你，他信任你。他跟你讲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多都是没有采取行动，对吗？如果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好事情了，对吗？那你还有机会可以干预。因为他不跟你讲，只给你留一封信的话，那就很大问题了那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一个人自杀的风险提高？就是如果这人以前曾经有试过尝试的话，他风险会提高。就好像那个忧郁症如果你认识人里面患过一次忧郁症，你将来复发的情况呢，比例比没有发过的人高很多。所以我来见我的病人呢，我通常都跟他们讲，就说，如果你以前有忧郁症我必须要跟你交代一个话题，跟你帮助你，就是说我希望你将来不会复发，我也不希望你将来再回来见我。我通常都跟他们讲这句话，不过他们听了就说很受用，他们觉得就说这个话题是应该跟他们分享，就是说如果你患过的话，比例是比以前会高。所以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如果你们家人或者认识人曾经有忧郁症的话呢，必须要考虑到有没有可能会复发的现象好，那有些人就问通常自杀的人通常是事后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知道一个人有什么迹象呢，会令他可能会自杀呢？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说风险就是比如说有人突然间来找你他说 Shelly 比如说我来找 Shelly Shelly 我家里有一些宠物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替我照顾一段时间好吗？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回来。好，我没有跟 Shelly 讲过这些话，大家不用担心只是做一个比喻有人说我这里有一些很喜爱的一些东西，我希望你给我保管一段时间好吗？通常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有一个警惕性，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有一些自杀的倾向。他因为怎么样呢？他身边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令他不能够前向去做他想要自杀的行为。可是有人能够帮他保管照顾这些的东西呢，他就安心可以走大家听得懂好那我们讲一些自杀的问题我们去下一个画面有什么原因能够造起人会自寻短见呢？最大的原因我们发觉是人际关系，比如说夫妻离婚男女朋友分手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的分手情况呢，其中的比率是最高的。跟着来就是有两个问题，就是以前生命有些的危机没有处理，现在反复回到你身边来，比如说欠人债这样子没有处理，结果这问题没有解决，回来之后还是给人追债生活上出现很严重的压力感有一些就是用药物我们现在用的药物大麻
酒精啊，这些都是比较偏多人去用的问题。跟着来就是一个人的那个财政上面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需要或者是身体出了一些疾病医不好，加重了他们的那个自杀的意念OK， 好，那我们再下一个画面好吗？好，朋友们就问了，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帮助一个人减少一些精神疾病的问题，或者是甚至有自杀倾向的人呢？里面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防止这些问题出现好，我们大概这里提几点我先从最底下那一点讲到上面去下面就说我们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应该做的就是身体保健、身心保健。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其实美国有很多大自然，而且运动的机会很多。不过美国也有一个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疏地大人稀，所以呢，人与人的接触会偏少。我们就会有时候生活方面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就没有说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星期天中午到3点之间是我一个自己运动的机会所以刚才还没有讲座之前，我也去还是固定时间去运动了，因为虽然时间比较紧张，要3点之前来负责这个讲座，不过我是尽可能风雨不改，有一些好的行为生活的运动自我保健这是不能够忽略的。尤其是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讲一下现代社会的问题减少一些比如说致命手段的机会比如说不要轻易的用其他就医生没有给你用的药物，没有用的药物，或者是家里有枪支的话没有锁起来这些都是加深了一些风险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呢，不是活在一个小岛里面的 ，No one is living in an island。我们中文很了解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你看外面主流文化里面，很多外国人美国人或者是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太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比较少，所以呢，有伙伴有朋友、家人这些团体对你的精神健康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息息相关、很重要的知识点。人一定要找一些知识点，是吗？除了你自己保健之外，定期的运动还有一个社区。什么社区？比如说 NAMI 这里是一个社区，对吗？虽然我们可能1个月2个星期才来一次这肯定是你生命的一个支撑点。可以还有其他的社区，比如说你可以在某些机构里面做一些义工或者是有些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宠物，他们就跑到一些受保护动物的一些诊所在那边做一些义工，就帮助小动物这样子对自杀里面，尤其对自杀比较管用，就是说，如果呢你有一些的价值观是对一个真实生命不会随意去摧毁生命这种价值观，就人生命是宝贵的这种价值观呢，也对自杀观念比较有帮助。比如说有些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里面就是说也很清楚讲到，就是说不赞成人自杀，对吗？这种价值观会对他有个帮助。最后一样就是保护的因素是一个人对问题解决的能力感有多高。就是说，如果你生命里面堆了一大堆的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解答的话，应对的方法呢，肯定对于人应对自杀能力会降低很多。所以能够帮助一个人提高他的应对问题的能力呢，会令一个人会减低这些自杀抑郁症的风险。好，我们去下一章好吗？好，我以前讲一个讲座是教会里面讲，就是说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叫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好像天堂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地区，它里面没有疾病也没有哀伤，那就说我怎么帮助一个人进入这伊甸园里面去我就用一个所以说我们如何能够健康面对这个世界怎么面对？我们去下一章
我们现代人呢，所面对的问题可能有三大类。哪三大类呢？第一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丰富的物质的社会。我相信今天能够来听讲座的那个朋友们你们大多数都不会饿肚子，每天都会有足够的食物去应对每天的生活，是吗？我这么解释假设可是在这个丰富的物质里面并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有益处，因为这种丰富的物质呢，给我们带来三高的恐惧感。什么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对吗？这是直接因为丰富的物质影响我们去进行正常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去餐馆尤其回到亚洲的去在餐馆是 buffet style 是认吃的那个哇，有些人拼命的拿着食物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没有办法吃下去，一大部分都要丢掉，或者甚至就强逼自己吃这些食物。其实这种过度用这些物质对我们身体都有害的，所以我们就避免这些对我们身体不健康的事情，就是说不用太奢侈，不用太过华丽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反而吃菜比吃肉还要健康。现在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每天所遇到一个高科技感跟低触感的比例，就是说 high tech and low touch high tech and low touch 这样就明白意思我们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对吗？孩子们他一个手机上面有不同的那个手机里面的 app， 他们很忙碌的，这些经过这手机的那个 high tech 的 touch 跟 human touch 就减低了很多时候。那我们的生活的那个每天的怎么不的节奏感很快，节奏感快的话呢，令很多人的心越来越孤立，尤其在美国的环境，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空间，太多空间就等于高的那个孤立感，对吗？人的那个 personal space 越高，你那个 isolation 也是越高。还有就是随着社会的环境我们现在人平均的年龄那个我们的寿命都增高了。以前上一辈都是大家可以寿命有多高，不晓得你父母亲的寿命有多高，60、70岁还是挺健康过着。现在人90岁、100岁，可是90岁、100岁，假如你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模式的话呢，你退休60多岁到100多岁里面是一个折磨，因为你没有准备好进入一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你有些人的退休年日比他工作年日还要长。我们现在社会出现那个老人脑痴呆化，这个现象是怎么说呢？是说我们的脑的寿命没有我们的身体寿命那么长，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活超过我们的脑袋可能存在的一个寿命的长度这样子so we outlive our brain basically。 好，那我们这样子再去看这些负面的因素，下一张画面好吗？我要看看时间的缘故呢我就不讲，其他轻微则略过那我们讲一讲说现代人我们健康是怎么定义的呢？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里面他讲过一句话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健康呢不是代表你没有疾病。我再讲一次身体呢只是没有疾病或者没有虚弱的状态不代表你健康。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呢需要我们的身体、精神、灵性或者是社交这三大方面要平均呢才是算是健康。为什么呢？你社交不健康的话，你每天待在家里面，闷在家里面，没有跟这外在世界接触的话，肯定不健康，对吗？那你的精神、心理不健康，或者呢身体健康，其他方面不健康，都是代表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今天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健康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全面性各方面可能有些朋友们没有静音嘛听到一些背景。好，谢谢你们的静音。好，我们再看最后应该快完了，然后做一些问题回答好吗？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哎呀，这个画面大概给大家看到有答案了。基本上有个小学老师就说给孩子们说，礼堂口袋里面有323个冰糖，他做一个数学的一个应用。他说有289个棉花糖，130个棒棒糖。那他今天吃了289个冰糖，120个棉花糖。那请问，他吃那么多，他现在有多少？那孩子很聪明的说，他应该有糖尿症吧？吃了那么多糖，他其实本来是要做一个数学的问答，那就变成一个这个问题底下的孩子也反映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现在物质过度丰盛的问题。好，我们下一章哈。OK， 那在处理的精神问题有一个比较基本一些原则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基本的。你有没有发觉在飞机上有些的奇怪的规定？有个奇怪规定就是说那个救生衣他说如果气流有出问题，飞机紧急降落，你自己要穿上救生衣，可是他不准你在飞机舱里面去充气。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预先把它充气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你充气的话呢，大家都堵塞在机舱里面，没有办法跑出去。那我们处理生命的话，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有足够的一些的装备，可是我们还不能够暂时充气去做这运作。然后呢，飞机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指示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的气流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呢，你先要戴在哪一个人身上？可能大家搭飞机都听过这个答案了。你什么时候戴这个氧气罩呢？一定要先自己戴氧气罩，不可以把这个氧气罩先套到孩子身上。这个原理呢，也相当有意思吧，也挺简单，就是说，假如有气流出现，大家失去氧气的话呢，你要先自己自救。你自己有能力自救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其他。如果你自己晕倒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其他。那这个原则呢，就用在我们的精神病底下，就是说，家人如果有患精神病的话呢，你自己还没有患病者，必须自己先戴起的氧气罩，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我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有精神患病者的家庭呢，就好像一家人都在那个湖底下面淹水都没有办法自拔。那怎么这个团体里面呢能够自救呢？那我就说，你家里面哪一个人会游泳的，你先游到岸上去。那他说不是很自私吗？我没有救自己家里人。我明白自救的心理很重要，不过呢，先把自己游到上岸，你可以把救生衣或者救生那个 life saver 丢到湖里面去，把在淹水的人把他救上来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自己的健康保重呢很重要好，我们去下一章好吧？应该快完了吧这里讲一些就是说，不要轻视我们内在或者外在的压力预防呢通常比治疗要好。你先搞好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无论是身体、精神、情绪方面好的话呢，你这个预防的能力比将来治疗还要好。而且呢，在美国也有提倡一个，就是说，假如家里人你没有办法帮助家里人，不要羞耻，不要怕羞耻，也不要怕，就是说一些的那个社会的看法、他人看法，就是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我就看到很多亚裔的那个人群里面，就是不懂得，也不愿意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产生很多不能挽救的悲剧。要救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 NAMI 的存在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说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社区的资源帮助人做一个预防，或者是一个中间一个咨询的团体呢，帮助我们的社区去寻找适当的帮助。好，我们去下一章保健方法呢，不难。每天呢，我们固定时间，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运动，做瑜伽做一些减压的行为。很简单，就是说工作太忙碌的话，
在自己办公室里面抽一些固定的时间来帮自己做一些深呼吸出去中午出去走走路然后空闲的时间找一些帮助你精神方面有益处的活动好，我们下一章好，保健方面当然就不能缺少，就是我们讲的团体的作用，对吗？团体社区跟人的关系呢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你身边的人，而且尽可能的替他们做一些好事情，多为人着想，付出一些，你付出一些，其实收益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好，我们大概跳几章，然后这个不讲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一个人的物质太丰富呢，并不代表我们精神上的健康，我们留意这方面我自己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锻炼，就是我每天我就学习做一个感恩，就是看看我周围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醒的时候看到自己内人家人还是健康，我就觉得有感恩。我的工作各方面很有就是满足感，我也感恩对这些小事情上呢，每天尽可能向一些正面积极方面去为自己就是加分好，下一章好吧这个我已经讲过了，这不讲这一面注意事项我把我这里光线比较暗一下，我把它开开开光一些好 OK 那这些注意项目呢我想 NAMI 也有，或者是你们可能每个家庭社区里面也做这些事情，多点参与社区的活动，不要孤立自己在家里面尤其是有小孩子的那个家庭，多点他们到户外活动，不要留在家里面打游戏机只是在家里面困在家里面。好看一看，然后我们去到 Q&A 那部分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所有讲一些分享。基本上就这么多我想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大概很多人会问问题呢感到有兴趣好吗？那我们